拍卖继续进行。拍卖小姐说道：“各位贵宾，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二件拍品的竞拍。这是一件极为珍惜的文物，带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。”会场内的灯光再次集中在舞台上的展示台，此时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抬上来一把被精美丝织品包裹的古剑。展示台上方的灯光打下来，触及丝织品，透出一层柔和的金色光辉。这是一把出土自南宋时期的名剑，称为听雨剑。根据记载，这剑属于一位名将，剑身纹理清晰，剑锋如水，流光碎影。起拍价为500万元人民币，每次加价不低于50万元。随着拍卖小姐的声音落下，展示台上的丝织品被轻轻掀开，露出了那把散发着陈年锈迹的古剑。观众席上纷纷传来低低的赞叹声。苏倾城轻轻抿着唇，没有立即跟进，而是看向叶枫，似乎在等待他对于这把古剑的评价。丽丽轻声对陈少说：“这把剑看起来真的值这个价格吗？”当古老目光落在那把古剑上时，他的眼神变得沉凝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至于叶枫，他则是用他的透视神眼仔细观察着那把剑，企图辨识出剑身里蕴藏的秘密。600万！另一位参拍者喊出了价格。场内竞价逐渐升温，但叶枫却已经发现了那把古剑的异常。叶枫细眼审视着前方的古剑，叶枫突然开口：“我出1000万！”瞬间引起了群众一片哗然。陈少听到后，面带嘲讽地笑着：“叶枫，你真的有这方面的眼光吗？能确定这就值这个价吗？”旁边的丽丽也揶揄道：“陈少说的对，叶枫你再三思吧，毕竟10万和1000万还是有区别的，买不起就不要乱叫价。”他微微一笑，对着两人说：“我不是乱叫价，而是我看出了这把剑的独特之处。”“哦，你看出了独特之处？”陈少冷笑着说：“你又不是什么剑道专家，凭什么可以判断这剑比我们看到的还要价值连城？”丽丽也咯咯笑道：“对呀，叶枫，你难道有什么特殊眼光吗？能看出这剑的独特之处？”苏倾城脸上流露出担忧的神色，轻声对叶枫说：“你真的决定要买下这把剑吗？这可是我们苏家可以提供的最大援助了。”他的心中虽然对叶枫充满信任，但不免还是有些担心他冒的风险。古老慢慢站起身来：“这是一件好剑，毋庸置疑。但是以我多年的经验，这把剑的价值若超过1000万，就不赚反赔了。”许多经验丰富的收藏家和参拍者都对古老的话表示认同。丽丽低声对陈少说：“看来我们今天可以见证一个外卖小哥的凄凉败退了。”叶枫小声对苏小姐说道：“我相信我的判断，这把听雨剑有其独特价值，不仅是剑身的材料，也包括它背后的故事。或许市场上的价值确实应停留在1000万左右，但是它的价值其实不可估量。”陈少大声地对拍卖小姐说：“我看还是赶快落锤吧，超过1000万就赔钱了。还会有人出价吗？还是让这个臭送外卖的买回去当宝贝吧。如果他拿不出1000万来付钱，按照规则可是要打断双腿，丢出拍卖会场之外的。”此时，拍卖小姐优雅地宣布：“现在最高出价是1000万，这是来自于尊敬的叶枫先生，有没有更高的出价？”场内陷入了片刻的寂静，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叶枫的身上，等待着会有人再次出价。苏倾城轻轻握住叶枫的手，表达着自己的支持和信任。1000万一次！拍卖小姐缓慢的喊价声在拍卖会场内回荡。1000万2次，1000万3次，成交！随着拍卖小姐最后一次宣布，小木锤准确而有力地落下，这标志着这把古剑正式属于叶枫。叶枫的嘴角扬起了一丝微笑。陈少冷笑道：“哼，叶枫，你真的以为这把剑值1000万吗？不过是你自欺欺人罢了。到时候你拿不出1000万付钱，被拍卖会的人丢出去，然后打断双腿，连外卖都不能送了，只能去路边当乞丐了。”丽丽见状加入嘲讽：“是啊，叶枫，你以为有了这把剑，你就能翻身成为真正的收藏家了？别忘了，你只不过是个臭送外卖的，连一个像样的包都买不起，等着看你怎么付得起这1000万。”苏倾城对两人说道。
这1000万由我苏家出了。叶枫对着苏倾城微微一笑，感激地说：“苏小姐，我非常感谢你为我提供的帮助，请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苏倾城回以一个温柔的微笑，表示自己对叶枫满满的支持。陈少与丽丽几乎同时开口：“哦，这下好了，原来我们的叶英雄是要依靠女人的金钱才能玩得起的吗？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一个臭送外卖的，竟然还要女人来给他撑腰。”叶枫没有理会他们两人的嘲讽，而是独自的走向那把古剑。他缓缓地拿起那把古剑，然后朝着两人的方向走去。陈少和丽丽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，他们眼中充满了担忧和恐惧，明显害怕叶枫拿着剑对他们不利。叶枫手中紧握着那把散发着古老气息的剑，然后向着两人的脚下地板猛砍了下去，吓得两人赶快往后跳一大步，并且大声谩骂叶枫是买到不赚钱的古剑，现在恼羞成怒，失去理智了吗？而随着剑砍在坚硬的地板上，然后在所有人错愕的视线中，剑身瞬间断裂，剑的内部发出了强烈的光芒。当众人揉揉眼睛，耀眼的光芒逐渐消散后，他们看到地板上碎裂的剑身旁躺着一件莫测高深、泛着奇异光泽的宝物。叶枫弯腰将其捡起，对在场的所有人宣布：眼前这一剑是古代的免死金牌，年代可追溯至唐朝。它不仅作为皇室赐予的象征，也被认为有着保命的神奇效力。随即，古老上前，用颤抖着的老手亲自检查了那件金牌，惊讶之情溢于言表。天哪！这无疑是真迹。这件免死金牌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它的历史价值和意义非同凡响，价值至少5000万。陈少和丽丽的嘴角瞬间僵硬起来，这怎么可能？而苏倾城则是满脸惊喜地注视着叶枫，他的眼中流露出深深的崇敬和骄傲。叶枫，看来我对你的信任和支持是对的，你总是能让我惊喜连连。陈少支吾着说：“这不可能，这得是某种误会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巧的事？免死金牌隐藏在一把剑里。”丽丽的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，她不甘地嘟囔着：“这是为了演给我们看的吧？谁都知道真正的免死金牌早就不知所踪了，你怎么就碰巧这么幸运，一下子就赚了4000万？”苏倾城对两人说道：“不论你们怎么质疑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。”而古老的眼神中充满热切与渴望，他高兴地说：“叶枫，这个免死金牌老夫喜爱得很，我愿出5000万买下这个金牌来当我的镇店之宝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叶枫露出微笑：“我接受古老的出价，现在这个金牌是你的了。”古老从叶枫的手中接过金牌，越仔细看越是喜爱。叶枫转头看向苏倾城说道：“苏小姐，这件宝物的价值应该由我们一起分享，赚的4000万由我们2个人平分，如何？”叶枫，这件免死金牌是你拍下的，应该归你所有。苏小姐，如果当初没有你的信任和支持，我可能根本无法得到这把剑，这笔钱我们必须一起平分。苏倾城极为感动，对于你的好意，我接受了。丽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个珍贵的机会，她忽然间的悔改并非出自真心，而是因为见到叶枫突然有钱了，所以她带着不要脸的骚样靠近叶枫，用傲人的双峰顶住叶枫的手臂，娇嫩地说着：“叶枫，你的眼光实在毒辣，一转眼就赚了4000万，要不你把钱都交给我保管，我们重新开始，今天晚上随便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如何？”而面对背叛自己感情的拜金女，叶枫没有一丝的心动，反而是一把将丽丽推开：“你这个不要脸的二手货，看着你我都嫌恶心。”丽丽被叶枫推开后，转变态度回到陈少身边，她对陈少说：“你看到了吧，她现在有了富婆的支持，变得不可一世了，连陈少喜欢的女人都敢抢了。”而陈少的态度反正也是跟丽丽玩玩，一点也不在意丽丽的行为，依然搂着丽丽的小蛮腰说道：“叶枫，你这个穷小子，就算让你赚了2000万又如何？对于我们陈家来说，不过9牛1毛而已。苏倾城迟早是我的女人，早晚我会让她乖乖的在床上服侍我。”随着陈少的话声落下，拍卖小姐的声音响起：“
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让我们继续今晚的拍卖。现在我介绍第3件拍品，这是一项传承千年的工艺瑰宝，鲁班老师的杰作《鸿蒙匣》。据传，这不仅是一件约定信物，亦是一件展现工艺技巧至真至善的绝世佳品。这件鸿蒙匣见证了中国古代工艺的巅峰，而且是鲁班大师寥寥无几的传世作品，极为珍贵。我们将以3000万起拍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，请有意者举牌竞拍。随着起拍价的公布，一时间会场内充满了紧张的气息。叶枫和陈少这2位出价者成为了所有关注的焦点。1000万，叶枫首先出价，声音平静而坚定。1200万，陈少迅速跟进，带着挑衅的目光看向叶枫。随着2人的移来移去，价格很快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当价格最终被喊到1个亿时，全场安静了一瞬，然后又爆发出议论声。1个亿，这是今天晚上我听到的最令人激动的数字。叶枫转向陈少，淡淡的说道：“陈少，恭喜你。”还是陈少家底深厚，1个亿我可买不起，那就让给陈少了。陈少冷笑一声，得意的回答：“叶枫，我一直都知道你玩不起。今天晚上你的表演很精彩，但终究是我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”拍卖师见状，不失时机的进行了最后的确认。1个亿，第1次；1个亿，第2次；1个亿，第3次。成交！恭喜陈少买下鸿蒙匣。当鸿蒙匣落锤定音之后，叶枫站了起来，对陈少拍了拍手，说道：“恭喜陈少花了1个亿买了一个假货。”什么？你刚刚不是还一直出高价想买的吗？难道你是故意抬价想坑我的？没错，我就是故意抬价的，不然怎么让你入坑呢？陈少嘲讽地回对叶枫：“买不起就买不起，还想故意说自己是抬价，为你买不起拍品再找理由吗？”陈少，那不然我们来个赌注，如果我能证明这个鸿蒙匣是假的，赌注1000万如何？陈少微笑着狂傲地说：“好，成交，这个赌注我接了。赌就赌，谁怕谁？”周围的人群对这场赌注议论纷纷，有的人认为叶枫疯了，有的人却在对这个神秘的鸿蒙匣越发感兴趣。毕竟这样高额的赌注不是一般物件能够引起的。古老上前鉴定完鸿蒙匣后，对叶枫说：“这个的确是鲁班的作品，你要仔细的考虑，不要到手的2000万马上赔掉1000万。”叶枫露出了浅浅的笑容，说道：“你就放心吧，我有办法证明的，这就是个假货。”叶枫话语刚落下，立马走向拍卖展示台，刚要伸手碰向鸿蒙匣，陈少却出来制止地说：“你可不要像刚刚的古剑一样，把我的鸿蒙匣给弄坏了，1个亿你可赔不起。”叶枫没有理会陈少的话，只见叶枫伸出手碰向鸿蒙匣的其中一个开关，鸿蒙匣立马应声就解体散落，一时之间全场惊呆了。就这样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鸿蒙匣一块块的散成了机关碎片。陈少的脸色由红转白，怒气与尴尬交织在一起。他几步冲到叶枫面前，怒不可遏：“你做了什么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后果吗？”叶枫淡然地看着眼前的碎片，然后对陈少说：“这就是鸿蒙匣的真相，一个精心布置的假象。这所谓的鲁班传世之作，只不过是精雕细琢的饵，用来钓那些贪心而不顾真假的大鱼。”原先对鸿蒙匣赞赏有加的古老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，他走向前一探究竟，深深地看了看散落一地的机关碎片。“叶枫，你果然眼光毒辣，我们都被眼前的假象蒙蔽了，老夫是彻底的服了。”苏倾城不由自主地亲了叶枫的脸颊。“叶枫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”等苏倾城回过神来，一个小脸红咚咚的，像猴子屁股似的，对苏倾城突然送来的福利，叶枫也是惊讶而且错愕，心中不由欢喜。陈少看见苏倾城亲了叶枫，妒火中烧，指着叶枫大声斥责：“叶枫，你明知是假货，还故意抬价让我买！”丽丽也不甘示弱，站出来附和陈少的怒斥：“叶枫，你是看我找了个比你有钱的对象，故意在破坏我们，
好让我再回到你身边吗？我才不会让你得逞呢。叶枫对丽丽说道：“你会不会太过自恋了点？你跟陈少可是绝配，一个阔少花心，一个拜金痴女，可谓是天作之合啊！叶枫，今天你害我损失了1个亿，在江城得罪了我陈家，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。”陈少丢给了叶枫1000万的卡后，带着丽丽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拍卖会。而此时，叶枫的手机响起了一个陌生的号码：“请问是叶先生吗？我是江城首富李家的孙女，我和爷爷3天前遇见了你，如今突发重病命危，您能一眼就看出我爷爷的身体有病，相信你也一定能够救治。情况紧急，我已经派车来接你了。希望叶先生能够马上救治我爷爷，你有什么要求，我都能答应你。”叶枫听完李家孙女的电话，连忙告别了众人，离开了拍卖会，搭车前往首富李家的住所，准备迎接他的下一个挑战。